这里是爱探店的一员。今天我们来看的是2026款的极氪 GX。这辆车呢将会在28号正式上市。那目前给到的权益是2000块钱可以抵7000，也就是说现金啊这个车价可以立减5000块钱。那作为年度小改款车型，只是说外观内饰简单变了变吗？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。相比于外观内饰的换新，我个人觉得这一次最大的升级就是3电系统的升级。那这一次呢，它是带来了2种的电池规格，75度的金砖电池和103度的麒麟电池。那75度呢，它是支持这个 5.5C 超充的。对，这一次啊，没有说全系都是900伏的，就是要103度的才上到这个900伏架构的。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，就是它10%到80%这个充电时间呢是在10.5分钟，103度呢是支持6C 快充的，它的一个充电时间是10分钟。这样相比下来的话，75度的这个电池快充时间是不是也已经足够用了？这次动力系统呢也是有升级的，比如它的单电机的后驱版本，它的一个峰值功率是升级到了385千瓦，0-100加速时间是在5.1秒。当然啊，这个4驱版本的话也就更猛了，它的这个0-100时间是直接来到了2.98秒，正式进入了3秒俱乐部。第二个智驾方案的升级，那这一次呢，极氪 GX 是使用的千里浩瀚 H7 的辅助驾驶方案的，它是配备了一颗英伟达 Thor U 的芯片，总算力达到了700 TOPS。那这下的话呢，它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，以及说泊车的全场景的辅助了。那之前我们去体验过这个极氪 9X，当时还没有体验到它最顶级的那个H9 的辅助驾驶方案，我们是体验的 H7，在山路重庆去体验了一下，就是非常的从容。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可以算得上行业的第一梯队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外观和内饰的变化，个人觉得整体的样子啊是没变的，但是在牌照的两侧它是有对称的这个导流槽的，然后这个啊它不是一个装饰，它是有真实的风道的一个贯通的，就是说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阻系数，包括呢去可以实现这个散热的一个性能。那这个是它外观的一个变化，然后包括看到没有，就是标配的啊支架的小蓝灯，前大灯，包括这个后视镜的底座以及尾部也有。那尾部的话还有一个设计有所改变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外观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牌照是在这个位置，现在进行了一个上移，层次感会更强了。那这样的一个设计改变，你们喜欢吗？这一次内饰的升级点，首先就是新增了2个配色，一个黑紫，一个黑橙。那黑橙的话就非常的亮眼，黑紫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内敛一些。然后再来说上方啊，这个顶棚的材质，它是变成了这种麂皮绒的，相对来说呢就会显得更加的有豪华质感一些。好，再来看中控这一块的布局设计，之前2个杯架嘛是竖向的，现在变成了横向，然后这里也是有2个的，所以前方这一块一共是有4个杯托的啊。然后再来的话，这一次冰箱呢，它的一个温控的调节呢是到0下6度到50度，相对来说这个利用的便利性就会好很多。现在我们去到极氪 GX 2排看一下，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车门的开口度特别大啊，几乎达到了90度，老人啊、小孩啊上下车会非常的方便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比如说宝爸宝妈们对吧，需要在2排安装儿童座椅的话，看这个开口度放进去会非常的方便。好，现在我们上车来看看。它2排也是有很多的功能操作键的。我们首先来看门板上方，前2个按键呢是这个老板键，可以对副驾座椅进行前后位置，包括说靠背的一个调节的。那第2个呢，第1层啊是这个车窗的开关，那第2层呢就是遮阳帘。没错啊，它2排是带电动的遮阳帘的。那这一次呢，它前后4个车窗都是带这种双层的夹胶玻璃的，那隔音方面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。再加上啊，它这个主驾位置也是有这个破窗的这个功能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啊，就是前方呢，就副驾的背部啊，这2个按键，第1个按键是小桌板的展开和关闭的。那这个小桌板的话呢，它的承重啊，它是写的是20千克，所以这个承重还是很 OK 的。上方这个按键呢，就是屏幕的展开的。它这一块的话呢，放在老款上面是需要花钱去选的。那这个权益不知道新款啊能不能够给到大家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这一次呢，副驾的后方这个座椅是标准的皇后座椅，但调节按键呢是通过中控的这块小屏去进行操作的。比如说啊，我点开这个座椅位置，然后进行座椅的展开，哎，现在呢，它这个前方副驾座椅它就会靠到最前，然后腿托上升。
好，靠背现在是已经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。想要做的再躺一点的话呢，你自己手动还可以再调一成的，然后差不多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啊。关于座椅的舒适配置方面呢，这一次前后排啊4个座椅都是带座椅加热、通风和按摩的，然后并且也是有这个热式理疗，一共是有3个不同的这个程序的啊，像背部啊、腰部啊、全背啊，就感兴趣的都可以来试一下。静态感受完2026款极氪 7X， 可以发现啊，它虽然官方是说作为年度小改款，那可以发现除了外观内饰，其实最大的升级在于它的智驾动力系统，包括舒适配置上，相比于同期车型来说，诚意确实非常的足了。那最后它的价格到底有没有诚意呢？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喽。